注意看，海底躺着一副类似棺材的物体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物体，却是捕捉海底鱼获的牢笼。将大量的珊瑚礁石往海底鱼笼的位置倒，目的是将海底的棺材压住，一次收获就让你收获满满。2条价值不菲的老鼠斑却被他们放生，收获到的鱼还能在岛上进行烧烤，这样的生活每个人都非常向往。兄弟俩一来到海里，就要准备用椰子叶子对鱼笼进行装饰，用透明的尼龙线将椰子叶子绑扎在鱼笼的顶部。生活在海边的渔民对海底鱼类的生活习性也是非常了解。海底的鱼类喜欢隐藏在阴暗有水草的地方，装饰过的鱼笼便成为海底鱼类的牢笼。鱼笼准备好后，就开始准备诱饵。拿着82年的菜刀，将诱饵切成碎块，切碎的诱饵放到木臼里面，再用木锤将其冲成肉泥。肉泥会向海里散发出诱人的鱼腥味，引诱海底大量的鱼儿靠近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将鱼笼和诱饵抬到船上，划桨离开岛屿的浅滩，随后启动马达，向着有珊瑚礁的区域航行。来到有珊瑚礁的区域，把锚链放下，将鱼笼直接扔到海里。此时的鱼笼便缓慢地沉入海底。随后兄弟潜入海底，将鱼笼拖到特定的位置。海底的水非常清澈，珊瑚礁也特别多，是鱼类聚集的好地方。珊瑚礁之间的海沟是安置鱼笼最佳的位置。装饰过的鱼笼如同海底移动的棺材，在一处平坦的海底安置好鱼笼，随后就开始浮上水面，在船上拿下一块用泡沫做成的船板。此时他们重新潜下水，将珊瑚礁的礁石拿到水面。这些礁石是用来压住在海底安置好的鱼笼。这里的水质清澈，海草和珊瑚礁也非常多，造就这里的鱼类资源非常丰富。不断地将海底的礁石拉到浮漂上，此时浮漂上已经装满了大量的礁石，然后将浮漂移动到安置鱼笼的上方，直接将浮漂上面的礁石往海里倒。大量的礁石顺势而下，掉到海底，掀起大量的沙尘。兄弟俩就开始潜下水，将礁石按压在鱼笼上方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海水将鱼笼冲走，同时还可以用来装饰。用礁石团团围住笼子，将鱼笼装饰好后，就开始准备诱饵。将准备好的肉泥装到塑料碗里，这些肉泥目的是为了将周围的鱼儿引诱过来。兄弟接过碗里的肉泥，就开始潜下水。装饰过的鱼笼如同海底的珊瑚礁，小哥将手里的肉泥直接往鱼笼深处撒下，肉泥开始在鱼笼内散发开来，鱼腥味会引入大量的鱼进入，剩下的肉泥会撒在外面。在附近闻到鱼腥味的鱼儿已经躁动不安。第3天，他们重新开着船来到安置鱼笼的岛屿。清澈的海水能看清海底鱼笼安置的位置。兄弟俩戴好潜水眼镜，就开始潜下水，向着山沟里的地笼游去。被礁石装饰过的鱼笼如同躺在海底的千年棺材。这样一个不起眼的鱼笼是他们经济的主要来源。从鱼笼的出入口可以查看到，笼里已经有很多鱼货，鱼的种类还是挺多的。笼子外面还有2条死掉的鱼。将摄像头往里面靠近查看，各种高级的海鲜应有尽有。为了将鱼笼搞上船，必须把上面的礁石移开。海底的资源虽然多，但也要时间、精力和方法才能捕获到。移开所有的礁石后，兄弟俩就开始将鱼笼抬上水面。笼子里面的鱼第一次坐上了全自动的电梯。为了能把笼子搞上船，一个人在水下，一个人在船上。经过他们的一轮努力，终于将笼子搞上船。失去水后的鱼不断拍打着笼子，将笼子上面的叶子取下来，然后将笼子底部的绳子割掉，将里面的鱼往船舱里倒。所有的鱼顺势而下。几条东星斑是他们捕获到最值钱的海鲜之一，小龙虾、石斑鱼直接放入船舱，还有2条样子极其丑陋的扒皮鱼，而河豚却成为他们放生的对象。龙虾却没那么好运，只能被他们收入囊中。身上长满斑点的鱼显得格外显眼，这种鱼叫老鼠斑，1斤就可以卖到1000元以上。随后他们却将2条老鼠斑放回到海里，龙虾和其他鱼一同放入船舱，死掉的2条小鱼放回到大海喂鱼。船舱里面已经装满了海鲜。为了填饱肚子，他们选择了在附近的岛屿烧烤。在附近捡来的木材，为了生火还要准备好干枯的稻草。准备好干枯的稻草和木材后，就开始生火。从船上拿来了10几条鱼，将扒皮鱼直接放到木材上面烧烤。烫的扒皮鱼翻滚了好几下，龙虾一同放进火堆里。几分钟后，鱼被烤得滋滋作响。烤熟后的龙虾事先品尝，雪白的肉质非常诱人。一边享受着美食，一边欣赏着美丽的风景。摄像3炮也拿起龙虾品尝起来。扒皮鱼的肉质还是挺鲜美的，用树枝当成筷子用。吃饱后，他们就回到岸上，将收获到的鱼卖掉。
所有的龙虾加起来有4斤重，还有4条东星斑。经过老板娘的计算，获得了3928比索，折合人民币大约480块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